还有我去看过台南的哦，台南很多那种古老的房子，那个古老的透天哦，有的有天井，天井里面还种树哦，然后还有水井的哦，也是很夸张。那个让我来处理，我说真的，我也不太知道。然后那个树哦，其实我们买房子的人，我们很讨厌树这个东西哦。当然我知道树对自住的印象就啊家里有树哇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讨厌什么？它的树根会乱钻。哎，我想你有处理过，你就知道哦。然后又年久失修，那个树那么大一只，哎，就把附近的地砖都给它那么钻起来了。哦你要把它砍掉，砍树容易哦。那个树桩怎么办啊？那底下都是根呢，好麻烦哦。然后又因为它在那个老透天天井里面，那个重机械也进不去。我想这怎么我是去看好玩的，然后怎么会有这种哦？对啊，所以屋况真的是百百种哦。那你是新手的话，你就去做那种稍微处理就搞得定的屋况。中古屋漏水，竟判买方败诉，为什么这次法官不挺买方？哦，先说结论，法官认为中古屋有瑕疵是个很正常的事情哦。那何况这个买方又签了现况交屋，所以漏水什么的，就是自己要吞，自己要处理。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哦。我们上一支影片聊的越晚买房是否越有利，你应该要买哪里？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买中古屋会踩雷吗？这次来聊一个新闻哦，标题我念一下：买房踩地雷楼层深夜转不停，他请求减价，专家新旧屋判断不一样哦。那内容是这样子，就是王姓女子通过房仲以420万购入一处14楼的物件。入住以后才发现13楼是中继水箱哦，所以未看先猜这个屋龄很高。现在新的案子哦，或屋龄稍微轻的案子哦，中继水箱不会放在上面，应该是放在地下室哦。好，那中继水箱我之前有拍过一个中继水箱的影片，我还有那个照片哦，所以你想看的话可以去找一下哦。好，那你看我之前说的中继水箱问题，果然就出来了哈。那所以这个王女啊，就一状告上法院，说这个不动产标的的现况说明书中没有揭露这项瑕疵，那也有漏水的问题啊，这又蛮有趣的哦。现况说明书上哦，它明明就写了有无渗漏水情况及本栋建筑物有无依法设置之中继帮浦机械室或水箱，这两个栏位都被勾了无哦，就是这样。所以王女就认为说现况说明书有瑕疵，就要去告那个房仲。好，结果是败诉了。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法官去判他败诉哦。那我们来讲法官会判败诉的理由。好，那法官的看法在买方在点交后8个月才提出渗水问题，哦，不可能这几个月都没下过雨，所以买方并未善尽检查之责任。而且买方购买是26年的中古屋哦，本来就会有房屋老化跟年久耗损之自然现象。并且双方已经约定现况交屋，所以王女需要自行承担责任哦。那另外中继帮浦的部分，法官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该帮浦中继帮浦设于13楼，那与该屋上有楼地板的间隔，房屋不因机械式位置而减少其效用，难认属房屋瑕疵。那白话就是说，那个帮浦摆在13楼，不是摆在你家，所以你的房屋还是可以住啊，还是有那个房子的居住功能。哦，那就自己要吞哦。那我现在讲的都是法官的看法哦。那现在是全案可上诉的阶段，但我会看先猜，上诉应该也没什么用，因为中古屋就是这样哦，那必然都会有瑕疵啊，除非你今天买的是预售，交屋就发现漏水，那当然是建商要去处理嘛。但那个中继水箱也是无解哦，因为你住在中继水箱的附近，那个附近可是隔壁间下面哦或上面间哦。那你要怎么去列举？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哦。可能你要去录那个水锤效应吧哦。那个中继水像水锤效应，说有的很恐怖，很夸张，就是它会有那个咚咚的声音哦，就是那个水阀一关哦一松，然后那个一关了，然后那个水锤效应，他说那个咚哦，你住在楼下的房子哦，那个咚咚下去哦，你的心脏也会跟着跳了一下哦很夸张了哦。好，那像这篇新闻的原屋主，他说他住10年都没感觉哦，所以这个就是很个人体验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哦，你现在买预售应该是不太会遇到，因为现在技术啊都比较好，大概都是可以把水打到从地下室打到顶楼这样哦，也不会再搞一个中继水箱楼层，那个少卖多少钱啊？开玩笑哦。所以最后你要知道怎么预防中古屋的地雷哦。那我们就来讲讲你要怎么预防这些地雷。
像刚才讲的中继水箱我有2个建议，你参考看看。第一个是你去跟房仲要建筑物使用执照的号码，使照号码，然后到建筑管理工程处监管处去查那如果有中继水箱的话，会被标出来这样我也知道，通常大家很懒嘛，不会去查所以我建议你用第2个方法，就是你去问管理室去问管理室。那管理室的警卫或是主委他一定知道那这样你就可以避开了那像是漏水避癌这种，我就会建议你如果你在买的是中古，你就把它当作是必定会发生就好了，除非你今天买的房子是置产客的房子那他应该都会先帮你整理好，所以我会建议你就是不要用新房子的眼光去看你那个中古屋，它就10几20 30 40的房子，人都会老那房子怎么会不出问题所以真的我们在看中古屋的时候，那个屋况越差越好然后因为这样我能杀价那漏水避癌，你要说整理到完全没事，我看也难那就是就我们会评估嘛，我们会看。那我现在有一个不太会解的东西，就是什么钢筋裸露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弄，没差，反正我看了一个屋况很诡异的，我就去问我前辈他什么东西都遇过。好，那我们再看的是这间房子现在发生的问题，我能不能搞定如果我搞定要花多少钱又能跟屋主杀多少钱，这中间有没有空间那我的预算会不会爆掉之类的事情。如果你会担心或自己没有经验，或是你怕自己会看漏，那我就建议你找一个你信任又强的房仲嘛这个强大是指说你信得过第2个他都有资源可以去处理像我推荐的那个高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林店长就是你有跟他讲过话，你就知道说哇，这真的是真是神人那就算你没有买房的经验那他也都知道怎么处理，也都帮你能处理得很好，也会先跟你讲你可能要弄什么，那你有什么需求，那这边也有配合的工班可以来协助你处理。像这种等级的就是可以帮你避开非常非常多的雷了。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
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哦，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哦，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哦。哦，那我付的中介费哦，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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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哦，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只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哦，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哦。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我来讲八卦哦，讲八卦。中古屋真的很雷哦，那个有些状况哈是屋主要藏起来不让你发现的哈，所以你要自己去处理。我就遇过哦，这听起来你就觉得我要胡乱。我们对中古那个尺度真的很宽哦，因为我们拿回来，我们不会说原屋就这样子出租，我们真的都会去整理哦。所以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在看什么？就看整理要花多少钱啊？就刚刚影片讲的那样。然后好。就搬了梯子去看哦，我没有那么机车啦，什么看一些房子都给他搬梯子，我就觉得说，这个是新整理的哦，新整理好的。那我未看先猜，他有地方没有处理好，好，那我就去找那个地方。好，我去找什么嘞？就是厕所，厕所不是会封那个天花板哦，我把它推开看一下天花板顶上有什么，因为通常如果有那个渗漏水的话。那个人家楼上污水管就反正你先看你就看得到了。那个中古屋的天花板哦，你一打开里面没有瓷砖，你知道，就是直接裸露，甚至是砖墙哦。所以有什么状况都藏不住。我就是要去看那个，看好玩的，都很恶心，但是都看好玩的。好，我就把它推开，我看，啤酒罐，哦，然后那一把蛤蟆那个锤子哦，都在天花板里啊，就这样啊，就是。工人施工也真的是哦，然后慢慢弄完工具扫一把，他们也都不知道，他们也都不管了，然后就把它剪一剪拿下来，然后看一下大概没什么事情哦。你相不相信？如果你是租屋的啊，或是你刚交屋啊，或是你就住那么久了，你去推开你的厕所天花板，你去看一下里面有没有那个施工人员留下的惊喜哦，很多他妈莫名其妙的事情，这很多。啊，那把蛤蟆我现在还留着在用哦，就夸张还有那个啤酒罐哦，啤酒罐哦，它喝完然后又捏了一下，可是它放不是好好的放，它就是会滚动的那种。我在想说那个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异响哦，就晚上睡觉然后开着让它抽风，它可能因为风的关系，那个啤酒它晃啊，可能就会有一点声音，很好玩哦。你去寻宝寻看看哦。OK， 好，这是一点，然后再来我要讲另一点哦，这个就比较不好处理哦，就是我不是有推荐吗？现在你直接买了一间公寓或大楼，你要去做隔套房，这件事情很贵哦。我不是一直这样讲嘛哦，所以我是推荐人家你去买人家已经隔好套的东西哦，人家早年帮你隔好，最贵的钱他都帮你花掉，然后你再来做室内的优化哦、改装哦、软装这些东西哈。然后有一个现象哦，就是说那种房子在卖哦，他假设有5间，他就跟你说会留1间待看，就这样哦。那其他4间里面都有租客，所以通常你看不到哦。那你硬要看也可以哦，就是他要帮你约啊或干嘛有没的哦。那通常就是看不到，然后就买了哦。这种又是中古屋去做的隔套哦，通常会有什么问题嘞？讲给你听，就是说，这我听过的案例哦，你听听看。就是说，他就是买隔套收租做现成包租公嘛，他哪有想那么多哦 ？OK， 好，他就买，然后买了以后，租约都还在跑，跑完了以后他退租啊，退租已经过了8、9个月哦，然后他去收去整理哈，租客都走了哦，然后那个套房的厕所墙接房间的那面墙，他有放书柜嘛哦，我看他的照片，书柜那个搬开来哦，那个书柜一移开，那个墙在那边渗漏水。我跟他说，这个未看先猜是热水水管的问题哦。这种情况我遇到好多次哦，不止他来问，我自己去看房子，我也看过这种情况哦，就是隔套施工早年的弄就青菜哦，然后就很容易会出这种问题啊。你在买那个房子的时候，你又没去仔细看过里面，你要去看一个人家租客住的怎么样的房子，你也不会去把人家的那个书柜、衣柜给他移开，看后面墙长怎样嘛，对啊，哦。所以怎么样？所以就吞了那个我觉得很好处理啊，不然怎么办啊？就看你要不要处理啊。
那个租客说不定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觉得好好的，然后就退租了那如果这个发生在我手上，我会怎么样？我会吞呢、因为我觉得这没什么就是看要怎么处理能处理处理不能处理就算了能处理比方说都改民管民管没什么不好我觉得又好处理又好修那看怎样接民管或是你就真的要好好把它砸墙，然后来看那个热水水管怎么样什么都行嘛，反正就是这样就是中古屋有没有让你看？有，但是你看的那一间可能没问题还有其他正在出租的你也没看你就买了这种东西就真的是，我会说新手不要。你看我新手，我都说新手去干嘛？去买那个正三房平车的中古来出租就好了是因为那个屋况长怎样你也看到，亲眼看到了你他妈把柜子移开要去看窗框要去看，你都去看你就肉眼看到了。那像你买人家隔套，可能人家隔套正在出租的房间有一些状况你也不知道那就是要等退租，等退租都过保了。那你就要自己处理，所以我会说，有能力处理你再去摸这种东西，没能力处理你就去买那个一般的正三房平车中古的，就差不多了给你参考你有没有遇过什么中古很夸张的屋况我以前还去看过一个盐城区的透天在那个信用管制什么的都还没开始的那个年代，盐城区的透天，高雄盐城的透天好便宜所以很多人是买来隔套来收租的那个透天怎么样？它就废墟啦，这真的是个废墟，已经没有人在住的废墟真的，你门口帮他拉个封锁线，大家都离那远远的那种等级的废墟。好，那个废墟怎么样嘞？那个门它是说1、2层楼然后它面积还蛮大的，不是说小小的窄窄的透天这样，我都觉得有点像工厂这样。好 ，OK， 因为土地很大，所以它隔套那个效益很好怎样的然后我们就去看盐城区的透天看什么？就哇靠，真是废墟对我年少的时候的我来说，冲击是很大的。它有1、2层楼但是那个1楼跟2楼的楼梯已经崩掉了。那个崩掉真的是楼梯就断了然后就躺着就躺在1楼的地板上，所以是上不去2楼了。我靠，还有这种然后还有我去看过台南的台南很多那种古老的房子，那个古老的透天有的有天井，天井里面还种树然后还有水井的也是很夸张。那个让我来处理，我说真的，我也不太知道。然后那个树其实我们买房子的人，我们很讨厌树这个东西当然我知道树对自住的印象就家里有树哇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讨厌什么？它的树根会乱钻。我想你有处理过，你就知道然后又年久失修，那个树那么大一只，就把附近的地砖都给它那么钻起来了你要把它砍掉，砍树容易那个树桩怎么办那底下都是根呢，好麻烦然后又因为它在那个老透天天井里面，那个重机械也进不去，这怎么我是去看好玩的，然后怎么会有这种对所以屋况真的是百百种那你是新手的话，你就去做那种稍微处理就搞得定的屋况，你就不要等你有认识的工班或是你自己家亲戚朋友就来做装潢的，你再来挑战这种什么钢筋裸露什么什么楼梯崩掉什么什么有的没的这种开拍出力的情况给你参考。